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主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市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元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浩之，大家好。好，那对于国人来讲的话，你对于现在民众党要修我们的刑事重法，把所谓的勾串啊这些可以羁押的条款要拿掉，你觉得怎么样啊？当然有人形容它叫所谓的柯文哲条款，当然黄昌有出来讲说，你们不要把这个要修法的东西跟什么诈欺什么全部都把它摆在一起，那不要去污名化要修的这些，但是在实务上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对整个国家来讲的话，它到底是正是负？好，除了这个以外，你看到很多的一些的政策，包括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然后中间很多谈的东西。到最后都会落在年底2026胜或2028这场选战。如果你单讲2026这一场的话，不可讳言，当绿营打出除了要保五以外，那胜会要抢4，而那个4连新北摆进去，国民党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希望能够主打的是以蒋万安为领头羊为首，把整个能够外溢渲染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去。两边到底打得怎么样？新北现在打得跟麻花一样，400万人口的城市。那对国民党来讲，那在台北这一局能够把整个局势拉大，甚或让蒋万安效应能够大幅度的外溢吗？现在看起来这几天。除了新北在论证以外，对台北这一局，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对英伟来讲的话，那过程当中跟民进党的议员之间一些舌战，也引起了大家另外一个面向讨论。一开始让你先看一下英伟跟国民党民进党一些议员在议会里面是怎么样问答的。来，主委应该是真的可以带着发言人一起来下去，跟大家一起去排一天来稽查，也邀请议员一起来。我不知道议员有没有去过，因为如果有去过，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是要你回答，我其实是要市长来做裁决嘛。谁是你老板嘛？人民是我的老板。如果市长说要的话，议员我再说一次，人民是我的老板。为什么现在跟我说呢？如果你现在连市长都不让他说，市长刚刚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把制度都讲给你听。我们希望的就是你们高层大家一起下去做，不要让公务员那么辛苦。结果现在你连让市场发言都不想讲，就自己全部把它讲完了。现在到底谁是市长，我们真的也搞不清楚哈。我想政务官他本来就应该为政策来辩护，人民本来就是我们的老板嘛，人民东西当然讨给。来，任俊，这场选战我们大家已经把前面所发生一些事情，因为到最后就是老百姓的感受嘛，最后投票看怎么想嘛。这场选战你可以看得出来。双北这个地方一定是整个大局之中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新北现在已经是民调看起来差距都在5%以内，大家在打成这样。那对于台北这一局，国民党一定希望能够大幅拉大蒋万安的外溢的一些效益。但是对于刚才看到，因为显然就是过程当中，你们不要去反蒋万安，我来直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昨天才会发生那些事嘛。但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啊，就因为老实讲，很多人可能。短时间内，特别是年轻朋友，可能短时间内不太对英伟有一些印象因为他最早的时候其实是马英九的那个发言人，对青年军那边上来的嘛，后来变发言人。那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里面，他在媒体上面是完全没有新闻，可是他也在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体系，他在当青年局的局长。那个地方基本上你也没有看到英伟有任何的发言，甚至连他接这个所谓的研考会主委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讲也没有太多人知道。可是现在却变成英伟站在这个最前线甚至呢，在刚刚的那个问答当中让这个很多人觉得非常受不了。那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什么英伟达英伟还为了这个还蛮开心的，自己开了一个影音说我就是英伟达就拿这个来继续的这个炒作。我现在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台北市市长选战其实就是已经正式开打。并没有那种说什么大家觉得还早啊或什么的，其实就没有。其实你真的算时间不到6个月啊。对，而且再来就是说，他其实分工分得很清楚了就对于市政的部分，看起来蒋万安不再会站在第一线。因为这种所谓的市政上面的问答，我都讲嘛面对攻击，比如说我今天讲一件事情，说这个某某某你什么都不懂我说易中老师易中老师你什么都不懂，你这个东西你不懂，你那个东西你不懂。通常回应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我哪里不懂？来啊！你问我跟你讲，市政如果你今天问政，如果问到这个你就挂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一定能够找出你没办法回答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蒋市府其实在从一开始的这个老鼠事件。
后来到4瘦3之后，你会发现到突然市府的幕僚群站到第一线了，不再让蒋万安一个人站在前面。虽然他没有单打独斗哦，但是他接下来所营造的氛围，我认为英伟这2天应该很开心。因为他完完全全成功的扮演了一个攻击手的角色，大家都在骂英伟，大家都说你凭什么站在市长前面，你凭什么怎么样？蒋万安突然没事的，也就是说，当他对于这些你所谓他不懂的东西，他不回答的时候，好，蒋万安说那句话，政务官本来就是人民就是老板啊。我这句话有点对，有点不对。为什么？在议会殿堂上，我今天那一天我看了英伟的那个他自己拍的那个英伟打的那个节目，他说了一句话：有些事情为什么要由市长来回答呢？我来就可以。你错了。你在议会殿堂上面，不管这个议员，我们这边有议员嘛，也有民意代表从议员上来啊。不管议员质询的问题，你觉得多么的不 OK， 你觉得再怎么样，回答是市长的责任啊。不然你站在那干什么？不是幕僚来帮你筛选，我觉得这个问题市长不用回答，我来就可以，因为你不是选出来的，你是市长任命的。所以我刚才讲说，那个蒋万安跟英伟的那个说法，说人民是我的老板，有点对，有点不对的原因就在这。任俊这样讲好了，民进党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打英伟这一件？我们把整个大家背后的想法拉开了，直接讲。民进党打的就是蒋万安，你就是个无能，你对于市政当了3年多，你就是没有办法接，你都是背后，你连稿子都要人家写好了你去念，你就是一个不太详啊，你就是有一个手在里面抄，那个叫英伟。那个时候民进党想打的就是这一块嘛，所以从不管是老鼠与酱，所有那些就是要行说蒋万安3年了，但是对市政一无是处，就是个无能，他们要打就这一块。然后把英伟的角色突出以后，现在英伟就干脆打蛇随棍上，我就直接出来。这一仗打到现在，除了两边各自非常极蓝极绿的、极深蓝深绿的那个不用讨论以外，对于浅蓝浅绿白的或是中间的，大家到底会怎么样看蒋万安现在？尤其当你刚刚讲，因为现在已经是因为他活着就是站在台面上，已经是草船借箭的那个草人了，箭都往我身上射，没关系。那现在对蒋万安来讲，他现在到底出现绿营这个打法，到现在是得分了吗？这会怎么样看待这一块？我老实说，我刚刚主持人讲那个很精准去描述绿营想要把蒋万安形塑成叫做咖喱昂啊，是啊。你有五魂不退了，你没有真实的，你搞不清楚状况。跟我刚刚提到了，第一个最坏的回应就是来啊，我跟你拼，你什么问题都来。可是如果他什么都不回应的时候，你无从去攻击他知道或不知道。我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对于蒋万安来讲，他的第一手的策略是来攻击手全部就位，这个局处全部都站到第一线去，我全部都讲说你讲的都不对，我就是这样。那至于哪里不对，局处去跟他对。那我蒋万安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您刚刚特别提到了，其实对于深蓝跟深绿，这个都不用算了嘛，对，因为本来我就不喜欢你嘛，你就算再做的再好，我也不会投给你。可是对于中间选民来讲，有多少人现在变成是用看戏的状态？也就是只要当我蒋万安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当蒋万安出现在这些所谓的浅的这些人面前之后，他如果不犯错，你今天打他骂他，很容易就会被归类叫做这是政治上面的选边站嘛。也就是你是极端的政治，你本来就不满他做什么你都不满他。这时候对蒋万安来讲，不见得是个坏事哦，他会有空间重新跑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他现在分工，你看啊，光一个台北市市长的选战，你看过有立法委员跟着跳下来打的吗？有啊，这次就有啊。徐巧芯也下来打啊。你沈博阳，你就是不懂，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怎样？那干你徐巧芯什么事情？对，然后我是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可是我这立法委员看不过去，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很简单。他面对民进党的攻击，我也说啊，那民进党其实那一天你就不要请英伟上去嘛。局处首长今天就算要站到备询台，站到主席的后面，你也是你要站在市长后面，你也是要说，那个市长还是要跟那我请这个什么上啊，也要议长说 OK， 他不能自己跑上去啊。我认为那一天何孟樺可能试图希望透过修理英伟，或者是用这个方式去告诉大家讲说，你讲话你就真的没货嘛。但英伟现在已经被赋予一个责任，就是我就是攻击手。他非常成功的扮演这个。你看今天大家一直在讨论说，你看英伟讲的多对蒋万安来讲何尝不好？反正有炮我英伟挡掉了。蒋万安的负面停留在哪里？他没有自己的，可是不用啊，他只要在特定的事件上面精准的表达他的发言，其他的我认为其实他不会有太大伤害。将军，如果我们现在把这整个来看，因为蒋万安他显然不是单纯在选台北市长，他有2件事。第一个，他的得票一定要冲高，要不然的话以后
怎么能够去看着野望大卫？第二个，他必须要在这一局里面展现出他母鸡的能耐。那个母鸡最明显的就是在新北，他一定会要去想办法帮李四川。你如果在议会，你在任何地方，如果像任俊刚刚讲的，就是我就退到2线，把所有民进党的攻击手全部都挡在那个，包括局处首长跟英委全部挡在那。但是你如果要去当母鸡的时候，你跟着李四川出现的时候，你旁边不会出现这些啊。那人家在旁边总是会有人问，你知道记者最喜欢在旁边就要问一些人家在那平常没问到的，那怎么办？也就是对蒋万安来讲，他现在怎么去面对绿营所有这样一些老百姓，会因为这一次刚才任俊讲说，如果局处跟英委站在前面，他们就不会去管蒋万安在这段期间怎么样吗？如果局处跟英委站在前面，他们就不会去管蒋万安在这段期间怎么样吗？这个是议会的质询哦，有分2段。第一段是这个所谓的专业质询，是质询所谓的各业管的局处的，那个就是局长来答。像英委他是这个研考会，研考会他也会有一个他质询的时间，就是他局长在那个位置接受答。那个时候市长不会来，是副市长来。然后今天这个何议员他的这一次的是市政总质询，市政总质询就是市长在那里，那是40分钟，每一个议员每个会期有40分钟，就是你跟市长1对1的问。那么可不可以找就是市长可不可以答不出来，请局处长可以，但是议员要同意。议员要同意，议员说没有，我说市长不需要，我就是问你，那就是问市长啊。那你说市长如果讲不出来怎么？讲不出来就换下一题，议员就会跳下一题。那个市政总质询那段时间，就是议员他专责的质询时间，所以因为跑山那不对的啦，说实话，而且那个议员说你不要讲，你下去，他不下去，他摆明了那不是在探讨政策。我们在议会质询这么多次，很少遇到这样，那个不是在探讨政策，那是在抬杠，那是在抬杠，他就来跟何议员抬杠嘛，说你去过吗？哼，奇怪，没去过，来问我这个去过。有这种态度吗？有这种态度吗？在议会不会有这种态度啊？为什么？马上下个会期就是预算执行了。那你这个研考会，你是打算全部被冻结吗？一定会被冻，一定会被冻，因为你不务正业嘛。你至少你的这个那个主观的业务费、主观的相关的特支费一定被冻，但是无所谓啊。因为重点是这时候是选战年呐，对，今年是大选年，只要蒋万安这一关能够过得了，只要蒋万安能够在这过程不会被前一阵子，说实话，你说前一阵子蒋万安会不会有一点受困于大家一直在那边讲，就是包括你是不是都是人家的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只要把这个东西破了，那无所谓，我只要当选了，我管你要不要动他的预算。可是蒋万安伤到了，为什么？你觉得伤到？我觉得伤到，因为什么？所有蓝营的支持者，蓝的支持者希望看到蒋万安如何啊？看到蒋万安英委的表现。就是今天不是英委，今天如果跟议员对答的这个人是蒋万安，那蒋万安赢。蒋万安在这3年里面，在议会里面，有人说蒋万安跟以前不太一样，是因为在议会里面，他跟民进党议员之间不像以前大家想象中的温良恭俭让。他甚或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些他是直接在那边讲到什么中华民国，然后讲到很多类似像这样一些的东西，他是直接讲，甚或讲到什么共谍在哪里啊，什么类似这些，他是直接对干。对，所以你就说老百姓要看到的是蓝营的人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蓝的支持者希望看到蒋万安这样，可是蒋万安可能有偶包啊，他可能自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像他，所以就找了个英委出来。可是蒋万安今年的任务除了要选上台北市长之外，他还要帮新北，对，尤其新北，他要有很大的作用力。那他要有战力才有作用力啊。如果蒋万安前面都是英委答，那请英委去就好啦。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就用双簧的方式，蒋万安在前对口，英委在后面讲话，也可以。可是你不觉得这变成综艺剧了吗？今天如果英委不是站在那个讲台上，他是躲在讲台下面，然后由英委来讲话，蒋万安动嘴，你绝对不会发现不是蒋万安讲的，声音一样，态度一样，这个阴阳转合一模一样，所以这个英委答如果绑到蒋万安身上，各位觉得这去辅选的时候，你认为记者会怎么问？蒋市长，你今天这样答，英委怎么说？请问英委怎么说？你有问过英委吗？那蒋万安那个王者的霸气就没了。
那这个英伟是用这个地狱梗。既然你们说我英伟达，我就开个英伟达。那其实这个英伟达出来就是表示什么？蒋万安不能说，所以英伟来讲；蒋万安没有能力说，所以英伟讲；蒋万安不懂，说不出来，所以英伟讲。这样子，这个英伟达对蒋万安是加分吗？他别问了，蒋万安不是只是连任哦。蒋万安2028以后，说不定2028，说不定2032，蒋万安是要挑战总统大位的。那到那时候还有英伟达吗？还要来个英伟达吗？你看到侯友宜出来这个做这个总统选举，他有一个人专门代替侯友宜发言嘛，都是自己答。赖清德选总统，赖清德自己答。那蒋万安呢？蒋万安能不能自己答？那我最后再讲到一点，就是刚刚任俊有讲到一点哦，他说我的老板是人民啊，是市民，这你就完全搞错了。请问为什么蒋万安要带着市府的官员到市议会接受咨询？这些市议员代表谁？市民啊。这些市议会的市议员他没有行政能力哦，他没有行政权哦，他只有监督权，只有这个审查权他没有所谓的行政权。所以这一些议员在台北市议会，他是民意机关，他就是代表台北市民。所以英伟说我的老板是市民，不对，你的老板是蒋万安。我再强调。因为不是市民赋予英伟来担任这个位置的，是蒋万安赋予英伟，而蒋万安是来自市民的寄托，所以蒋万安的老板是市民，我觉得对的。但是英伟的老板不是市民，英伟的老板就是蒋万安，而你是一个政务官，代表市民的议员来质询你，你怎么可以那么样轻佻，那么样的不在乎？所以我才说蒋万安这一次如果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英伟达，他去帮李四川辅选。他去帮全台所有的国民党辅选，我觉得他的功力会减半，因为蒋万安上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并不是压倒性的胜利，他并不是对，是长沙都，不是压倒性的胜利。那么黄珊珊的票会往哪里流还不知道，所以说蒋万安不能够那么轻忽啦。那么因为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在桃园，在别的地方，这一定暂时就请他离开。OK， 桃园曾经就有一个这样的主管跟议员大动干戈，那随后呢，这个官员是被请离开了，所以我才说蒋万安如果不能够做一个明快的决定，那未来他在台北市议会的这个所谓的府会关系会变得很差，最后受伤的是谁？还是蒋万安？来，元生，如果讲双北的话，因为国民党好像打出来叫双北共治，另外一个叫双北共好吧，反正两边都是要打双北。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新北这个地方，国民党台北新北的议会党团，委托 T 台做的那个民调出来，民调差大概是6%左右，离今年1月份的时候也是同样一个 T 台做出来的民调，那时候是10几%，OK， 所以某种程度新北真的是被拉近，所以蒋万安势必重要。蒋万安的重要性是李四川是他的副市长出身，然后蒋万安也希望透过这一仗，刚刚讲打出他全国的能量。可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讲。当绿营要把蒋万安塑造成那样，假设是英伟或局处长站第一线，会不会相对让蒋万安的那个刚讲他的霸气跟他的全国母鸡的那个渲染力会降了一些？对蒋万安来讲，认得好吗？因为台北这一仗，蒋万安如果不是大赢，就等于是输哦。第一个，我觉得英伟就算很强势，也不见得蒋万安就一定会显得比较笨拙了。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之前你看有很多也是政治明星，他旁边也是有很多黑脸啊，很强势的幕僚啊，站在台前啊。例如说像陈水扁旁边就会有罗马、罗文嘉、马永成。罗文嘉那时候也是非常强势的，但是大家会认为说因为陈水扁旁边有罗文嘉，所以呢，陈水扁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嘛，都是靠罗文嘉。我觉得也没有嘛，他后来当市长，后来还当上总统。那蔡英文旁边也有很多这个牙尖嘴利的啊，也是都有啊。马英九旁边有金溥聪嘛，所以这个是两回事。那现在当然民进党想要就见缝插针啊，炒作啊，就说因为很强，所以蒋万安很弱。我觉得在我们看起来不是这样，我觉得蒋万安本身还是蛮强的。因为很强，所以蒋万安很弱。我觉得在我们看起来不是这样，我觉得蒋万安本身还是蛮强的。那至于说昨天就是英伟跟那个议员吵架了哈，那我是觉得那个议员就吵输了啦，所以就开始操作。本来就是你去点名英伟嘛，因为我看到其实那整段我看完啊，一开始议员在质询蒋万安，蒋万安也是有问有答。
然后忽然间那个议员把那个照片投出来是英伟，然后点名说啊，英伟你要不要带着你的发言人去无烟城市看看？那英伟想说你点我逮到机会，我当然上来跟你吵一架。我看得出来英伟也是跃跃欲试啊。但是你为什么议员你要点他呢？你自己挑衅人家，那人家当然跟你吵啊。所以这你也不能怪人家，我觉得就是你吵输了。然后那蒋万安对于英伟这么强势，就是这么积极迎战，他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他很高兴啊，他想培养他了，因为我有看到蒋万安的嘴角有微微的上扬啊，而且以一个政务官来讲啊，在市政府里面做事的人，如果你没有得到老板的同意，你不敢这样子啊，因为现在不是只有在议会去吵架，他还有开直播然后到处上节目如果没有得到老板的默许的话，怎么这样子培养自己变成一个好像有名的人？本来没什么人听过他嘛，现在忽然变得很有名。当然他也要拜民进党之赐啦，因为他也是这一波被民进党打红的。那他像吴哥刚刚讲了，他打蛇随棍上啊，好啊，那我就更加强我的人设啊，我就变成蒋万安旁边的第一战将啊，以后要吵什么我就来啊。比如说像沈伯洋现在因为是挑战者，所以他一定会挖各种洞，然后对的也好，不对的也好，他会挖各种洞，就是一直去攻击台北市政府。那难道以后沈伯洋讲什么，蒋万安就要去回吗？蒋万安现在还有市长的身份，对他来讲，他就是以市长的身份，就是不断的曝光，然后做一个市长，一直到快要选举的时候，他再转换为身份为候选人就好啦。那至于说民进党对蒋万安的攻击或沈伯洋攻击，就英伟就出来了。那你说为什么？你要一个像英伟这样的人呢？因为如果是一个比较默默无闻的，我坦白说了，比如说像李四川现在旁边他也有发言人，大家不知道是谁啊？那发言人出来讲话也没什么分量，所以每次都被迫就是李四川都要自己出来回应，这个也是最大的问题。对啊，所以我常常在这个你们都没想到，在新北这站要改选制，看怎么打吗？所以我常常看到新闻里面都是这样啊，就是李四川只要每次出来都在回应别人对他的攻击，那他就好像都没有什么他的愿景可以讲，其实有，但是媒体版面有限嘛，所以他出来每次都在回应别人的攻击。那可是如果说像蒋万安旁边有英伟这样的人，以后要吵架就英伟来，他也好像也还蛮会吵的。所以我认为是蒋万安是有点在培养他啦。那我觉得民进党是有点误判形势啦，因为他之前本来是想要黑蒋万安，所以才一直去打英伟，结果没想到还把英伟打红了。可是如果对你们来讲的话，蒋万安的战力能够发挥到新北去吗？而新北这一仗，以李四川、川博现在的这个打法，会不会岌岌可危？李四川，我刚刚讲那个民调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看民调看同一家最准嘛。那因为那一家就有台的民调，这一次李四川赢6%，可是在2-3个月前他是赢10几%。对。可是你仔细去看那个数字苏巧慧实际上他没有增加，他就是32、33没有增加，是李四川的下来的。对。那所以我觉得李四川阵营就要去想说，那下来这些人去哪里了？他们应该就是变成说我要观望一下，就是说以前我对你李四川的印象是你很会做事，然后大家都找你当副市长，是基层出来，你很懂市政，所以我对你印象很好。那为什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忽然我要稍微观察一下，可是这些没有跑到李四川那边去没有跑到苏巧慧那边去所以李小慧只涨了1%，但是李四川掉了5-6%，所以变成说李四川阵营就是我要怎么样把我牛肉端出来，或怎么让这些人觉得对我还是那一个拿铁拳的李四川，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端一些牛肉出来，然后去把那些人吸引回归啦。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蒋万安一定有帮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9合1选举都是有外溢效应，像2018年为什么我们能够大胜，韩流共不可没，一定是这样。我那时候在板桥选议员。我去篮球场跟年轻人聊天，他们都第一句话问我说：“什么？你可不可以把韩国瑜带来板桥？”我在想，就是全部的人都会看，就是会看那个明星。那蒋万安绝对是2018年。本来我们是担心说他是会不会因为选情差太多，所以没有人关注台北。但是因为好在就是沈伯洋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台北市，所以最后蒋万安就会外溢到新北，而且我们现在打的是所谓的。双打就是由蒋万安加李四川对上苏巧慧跟沈伯洋，因为双北一定要交流，一定要合作。那我觉得大家就选一个组合，所以这个部分蒋万安就很重要。那至于说刚刚比如将军讲了说什么英伟会被蒋万安换掉，我觉得不会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平常在总质询的时候，我也是质询左荣泰啊，可是每次比如说像我问教育的议题，左荣泰就不是那么了解，每次就教育部长就会出来
跟我吵架，然后就把时间混完，因为我们有时候总咨询时间有限，其实这都很常见啊，所以一般人也习以为常了。不，来俊秀委员直接请教一下，因为民进党现在已经打出除了要保你们现在的5席，要抢4，而那4是把新北纳进来咯。当把新北纳进来，就等于是要从蒋万安手中把这块肉给拿走哦，因为他必须要担负的一样，因为双北，如果照刚刚那个袁基也讲，双北要双打嘛，那对蒋万安如果丢掉新北，对他未来要仰望大位，绝对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现在看起来，民党要塑造出我刚刚讲蒋万安无能所有这些，是有塑造成功吗？还是刚刚讲，因为包括英委、包括局处首长在那，对你们来讲的话，这个基本上变哑巴蛋了吗？是变成是这个样子吗？未来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双北两个地方双方互打的状况？台北市当然对民进党来讲不好打，因为它本身的结构就是蓝大于绿，那蒋万安又有这个执政的优势，那他又是现在蓝营这个的心肝宝贝对蓝营一定要顾我做好事嘛，因为未来国民党战斗拢靠这点所以不能让他有任何的损伤嘛，这必然嘛。但是要成为一个领袖第一个你就让人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你第一个台北市民最大的噩梦应该是像马英九那种无能咣咣推推那如果你要怀疑蒋万安甘美是第2个马英九，你如果看像英伟这种，你再多看几次，你可能就相信了。为什么？第一个，英伟是专门打字给蒋万安念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英伟打错，他可能也会念错。所以当英伟跟议员吵起来的时候，蒋万安在干什么？站在旁边听的。那个这个开会的现场，市长是最大的，你是领袖呢。照理讲。那种状况，你是应该要控制住了讲话应该说，因为去后面打字下那你现在跟议员吵起来，我跟你说，一个就古时候就是嘛，皇帝边要有那种太监弄权，那马英九旁边有金溥聪，其实这个是负面的，陈水扁当时有罗马是正面的为什么那个罗马是正面？第一个，因为你没有人觉得。罗马是压过阿扁你有没有人怀疑阿扁还是公公呆呆？不会嘛？你觉得说，这2个是阿扁重用年轻人那这2个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分数就相加那因为也是年轻人那蒋万安用他，你要用到可以让你加分的那你现在看起来，第一个是原来你所有的一切的想法包括你的答询。你都是靠英伟给你指示，因为写什么你就讲什么。如果这个印象在不断的重复出现，我想选民就会相信，就开始怀疑嘛，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我想选民就会相信，就开始怀疑嘛，你到底有没有能力？那各位再想一想，前几天台北市几架尿气的臭美有谁那怎么办？所以如果我是国民党，我会压制英伟，你的角色不能那么突出。你突出来，你就会害到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看起来目前有优势，就是变数越少越好。如果领先的人一定是希望这样。但是你这样子闹起来，民进党如果再把焦点继续锁定在英伟，那英伟也大谈英伟会大赚就像叶元之讲的，现在英伟名气大起来。他在之前只是蒋万安的一个小幕僚他不能离开蒋万安现在英伟大位开他就随时可以自立门户了。那下一次选议员就很有机会了。所以这种状况下，英伟当然希望能够有从幕后走到幕前。讲出来我大概实在，而且扮演一个跟议员对打对干，形塑自己是一个战将这种角色，这对英伟是稳谈的呀，对不对？他得到了政治人物的那个名气啦，还有那个关注度嘛，这个胜过多少的广告作用，所以你如果不把它压制英伟会越来越失控，我可以保证，那就有这么强势的幕僚，他已经盖过你的。市长该有的一个节制的，我坦白讲，你的下属不是不能跟
议员跟在野党有任何的对立，但是你那个还是有一定的选民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分寸的，所以如果强势到大家认为原来蒋万安是等于让英伟英伟今他的想法、蒋万安的发言都会受到英伟的控制，就像马英九，马英九跟金溥聪的关系到后来就变负面，大家对不对？大家觉得，而且这个马英九是受到金溥聪的控制，还有在他的位置的问题，如果英伟再下来，可能他在台北市的那个团队里面，他可能扮演的角色更重要。金溥聪也是啊，他从幕后走到幕前，越走越前面啊。到来他国安会秘书长什么驻美大使，哇，那个就更让大家觉得是马英九离不开金溥聪这个人嘛。那慢慢的，大家都觉得蒋万安离不开英伟这个人。那像对一个未来，蒋万安一定是希望有大卫嘛。那我认为绝对是不好的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或者刚才委员讲的一样，那叫印象。民进党要行塑的就是这个印象，而这个印象行塑成功了嘛？现在对英伟这些所有的，如果照刚委员讲的话，当然英伟一定是赚到了，对啊。但重点不是在英伟赚到，是要蒋万安赚到。我不知道英伟知名度这么低委员刚会讲这些，英伟在马英九时代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权臣议员他怎么看得上？他那时候可以，他那时候他不要说他部长叫来骂都可以。你现在讲他选议员，就是英伟这个人选立委吗？我讲他选他真的，你讲他议员，真把他讲小了。就是那个任俊应该记得，他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人那时候他那时候是比部长要大。那因为他那时候马英九下来之后，他就先去英国，后来去澳洲。本来以为这个人要淡出政坛了，就突然又回来了。当初也不知道他跟蒋万安什么渊源，但是他跟金溥聪、马英九那个交情是完全不能比啊。那我必须要讲啊，我认为昨天这都在演啊。一个议员要质询市长会质询不到，非要跟局长到最高，不会吧？对不对？他就是要跟英伟吵架啊。为什么？对于蒋万安来讲，沈伯洋太弱 ，TVBS 58-30，几乎2倍的民调，几乎2倍的民调怎么样？蒋万安昨天总质询结束了，他今天已经要拍照了。他昨天跟你讲说，我李光耀特别讲，我不是只有新北，你不要只看我新北，全台湾我都没行啦。你们昨天的质询完了之后，我就留一个英伟在这边啊。你沈伯洋的什么台北天际线，我叫大地处直接发一个新闻稿，我哥连回都不回，对不对？你其他的攻击，通通英伟答，我就是摆一个下士在这边给你们，你们要问通通来，我把英伟留在台北市，我被拍照啊，你们这些人就只配问英伟，英伟就足以回答你们了。他是这个样子，英伟是一个分身站在这个地方，那对于议员来讲，我打英伟有什么不好？我昨天说打蒋万安我打不动啊，就是只要镜头画面这2天大家都会讨论就好。对啊，我打蒋万安我打不动啊，打英伟打动了，对不对？何孟华今天跟英伟两个大吹够，2个捉对厮杀，对何孟华有没有好处？有啊，大家记得啊，战将功臣啊，对不对？沈伯洋有捡到任何东西吗？没有啊，所以就是说把英伟的状况就是把沈伯洋边缘化，给议员留舞台，你们高兴怎么办？没关系，反正老板到处跑，然后你议员也高兴，何孟华怎么不高兴？对不对？将来我跟你讲，其他民党议员打英伟还会打得更认真，因为打了都有票，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对他们来讲，这个状况是最好的状况。现在状况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你要说一般的人，因为蒋万安那个团队很复杂的啦。因为跟金溥聪的状况完全两样，他团队里面还好几个类似的角色啊。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们就要讲，像川普刚才讲。川普到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了解为什么从1月到现在，他的民调同一家做起来，而且已经宣布要参选以后，他的民调直落。然后，但是苏小慧他只多了1%。OK， 那对蒋万安来讲的话，上次的民调是那样，接下来经过这一波这样的一个周折，包括英伟达啦，包括所有这些，你不知道再往下做民调会是怎么样。当然，各自阵营会做，也就是说，这所有的里头，对于民众的印象还是回到那个，他的印象对蒋万安来讲，他四处跑是一回事哦。他除了要四处跑，就算其他地方赢，像譬如你说他去了南投，南投本来就是他们执政，他赢你说他去云林那个地方他们赢，
新北这一局只要没有守住，对蒋万安来讲绝对是大伤啊。我觉得川博的状况是说，他很怪的一点，就是说一般人宣布参选，对，会往上飙，会有飙一波，是啊，一定有一波，完全没有那一波，是啊，他没有啊。他那一天就是他跟那个黄国昌2个人开个记者会，民调一公布，然后那个侯友宜，然后那个刘荷兰脸书一发，结束了。是，好，就是他完全没有一个凝聚，你连那个议员后面排站出来做个大合照，那个玩意都没有。他到现在也没出现过那个场面，你知道？就说他完全没有那个你说国民党不凝聚，说国民党的人不看好他会赢吗？也不是啊，对不对？他们也觉得他会赢啊。可是问题他就是没有那一波。我觉得他的团队到底什么时候整理完？因为昨天江宜臻宣布退选，看样子是要进他团队，可能是发言人。但主要是你那团队现在的状况到底整理完没有？因为从媒体看到的是说，他们团队的反应不好，而且因为搞不清楚谁主导，所以大家都惊，反正很多事情都拖拖拉拉的，然后媒体也得不到。然后你今天来讲，很多的时候你整个大家看到是你做过3个直辖市的副市长，你应该对市政非常熟悉，你应该会丢出整套的东西，结果看到呢你零零星星的丢，而且丢的过程中间还有出错。那所以这个东西它变成他自己要去整队，包括他跟侯友宜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初2个频频都做副市长，一个去选了，一个没去选。你们之间有没有心结我不知道，但是问题你们之间的关系要去处理好吧，对不对？尤其是你现在的状况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是原本那个民调没话讲，你现在的民调如果只有赢这样一点点的时候，你该低头就要低头啊，你不可能完全都靠蒋万安啊。你该低头就要低头啊，你不可能完全都靠蒋万安啊。对，你的4、5团队要去处理，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现在这个双北一定是联动的。沈伯洋今天为什么是这个状况？沈伯洋原本是一个很犀利、特色鲜明的人，结果民进党为了避免他的负面影响，把他整个改头换面，改到不认识啊。他现在看起来像吴怡农啊，对不对？然后康中宝台都不打，跟你打一些虚无缥缈的大台北天际线，什么城市生态系，连一个机车行都跟你讲说城市的微血管，这是文清风在搞的，拜托，这怎么是他的人设？他说他民调输了之后，他说民进党支持者不认识我，废话，把你自己把自己改成这个样子之后，谁认识你？2张照片对起来之后，大家怎么会认识你？民进党这个是什么？这是民进党议员跟苏巧慧要的。你不要来拖累我的选情。你最好不要有什么大动作，也不要跟蒋万安每天在讲什么抗中保台。因为会影响我选情。民进党议员也希望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压死小溪。我本来还有一些里长什么的票，通通被你讲成中共同路人，打个881。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沈伯洋边缘化是已经成定局了。那苏巧慧就是希望他原本的打法去稳扎稳打。那你今天来讲，李世川也不能够只靠别人，因为看起来我觉得沈伯洋会一路边缘化到底啦，就这个样子打到底了啦。那你今天来讲，你也不能靠别人，自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来一中，沈伯洋被边缘化了吗？可是当然你在网络上面，在很多地方看到沈伯洋他丢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有很多人讲说，沈伯洋跟他以前想象不太一样，跟侯志康讲的是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即便是这个样，你讲川博光我也不知道选战为什么会是这样打，光面对。连一个对那个我不知道你是要叫撒东波还是撒丢还是怎么样，连这件事情都要李世川自己出来，然后跟人家讲说不是你爸以前也是这样讲啊什么，这件事也要他来讲，更不要讲一个房子的事，到现在已经讲了2个礼拜了，那个头期款，那这样的选战，你说那个民调，那川博他们要怎么打这些？而川博这一仗跟蒋万安的这一仗，刚才讲到。沈伯洋的攻击力道真的不够吗？或是在现在看起来的话，对蒋万安他们所有的防线，刚才后子讲这个意思就是坚壁清野，完全不理你啦，然后最多摆一个鹰尾在这个地方，然后当断后的，他就去其他地方去横扫台湾其他地方，是这样吗？本来他们的如意算盘确实是蒋万安，因为就觉得民进党在台北市基本上就烂掉了，所以他就蒋万安就是可以。以台北市长之尊，然后不但跨越淡水河到新北市，守住川博，甚至其他全国各地跑透透，作为就是
甚至还作为2028的储君。2028储君就是说到时候如果跟赖清德比民调，国民党台面上那几个如果不如的话，蒋万安也不排除成为就是真正可以挑战赖清德。所以他原本这个局是非常的美好，结果没有想到横空出世，出了一个他们原本蓝绿的共识，就是沈伯洋。但是刚才后子讲的也没错，就是说当初因为沈伯洋去年的形象就是抗中保台，确实是这样。可没想到他今年回到他原本的本质，都去看。他有文青的风格，他也喜欢跟年轻人一样玩电玩战斗陀螺，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那个生态的专家。就他今天回到他原本学者的这个打法以后，然后因为他的口条不错，补习班这位老师，你要知道能在补习班当老师，那个口语都是非常好，所以他就是把他原本那个本性做回来，然后去做，就不断的抛出议题以后。蒋万安认为他是上市啊，我上市如果回这个下市会有风险，因为下市真的还蛮会讲话的话，那我如果不太讲的对，没有对好的话，我会输掉。所以他现在的策略就是他一直闪掉那个沈伯洋的追击，然后派英伟出来挡。可是我觉得英伟出来挡是这样子，一开始是合适的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挡过头的结果，刚刚军宪也讲了嘛，不然就要逃的变英伟了啊，被一个研考会主也被认为是地下市长，甚至以后台北市有什么事都问英伟的时候，我问你，那你台北市长你觉得现在已经形成这样？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就是说英伟，因为那英伟还开直播，他还上广播，他变成他毛起来帮蒋万安的政策去辩护，那没有问题啊，你要去帮他辩护你家的事，可是。就会形塑成那那你要这个市长要干什么就统统都问英伟，就英伟只有起定的后所以蒋万安他原本那个市长的能量就会被压缩。当然你可以，我们也持平的讲，台北市大概基本上蒋万安要输很难但是问题是你能量被压缩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用原本2028除去的那个形象去帮每个人打仗我也听川博里面的人讲，因为川博那边很乱嘛，那原本他们其实说。他们那时候几个月前跟我讲说，我给他们很快就会整合完毕，整到现在6月还没整，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说我给反正到时候一定是联合竞选，他们还有蒋万安，我的惊啦。但问题是我刚才当蒋万安的光环被英伟盖过以后，大概的因为说，那你好像也就是只是一个台北市长，你好像被保护得很好。我跟你讲，当首长的他，因为刚刚元之讲到那个阿扁的阿扁从来就不软，阿扁真硬。他就是有那个酷谁，让人家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就是小巨人那个风范。就是台下的其他下属锋芒再露，盖不过他。不可能，我跟你讲，这就是首长，你担任行政首长，你要有的气魄，这不可能让你盖掉的。所以阿扁啊，打你们说当面阿扁啊，可是你现在有个万安就是万安，就是他那个气就少一截。那当他气少一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就很清楚，就是把蒋万安就是锁在台北市。你好好守你的台北市，那你就不用过去。所以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已经喊出来了？就是除了原本那3个，有新北市也建对，因为确实已经是55坡了。而且我刚才后是刚刚讲最可爱，就是原本我们候选人提名的那一天，应该是我民调最高的那天。川博的民调最高是在他还没有宣布要选之前，在过年前大概民调广告村，等到他宣布要参选以后，民调开始，他现在是一直降，他连像股票一样，人家就是降，他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个。人家股票还会这样，有时候还会弹回来我看川博的民调没有弹他现在就是只是说那个缓坡会降到什么时候，而苏小慧就是这边迟迟的追，慢慢的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人家又说新北市如果输掉，我跟你讲，蒋万安的2028也再见了，就表示说你辅选不利嘛，而且川博是你的副市长，当初一直大家思思念念求的川博要你放人，好，那你现在好不容易放了人以后，结果川博的表现不佳，然后你蒋万安自己看起来也不像一个。你就是只守你只守得住台北市，而且你没办法大赢，你也没办法把你的光环外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国民党或对蒋万安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蛮伤的事情。新北如果要是国民党丢掉的话，那其实不只是蒋万安2028或是2032这些，对国民党任何一个要去挑战2028大位的，那大概难度再往上加一层，一定是这样，400万人口的大城，然后包括如果执政权易主，那当然就好像民进党。如果民进党高雄丢掉，事情大了那事情大条。虽然人口不像新北这样，但你知道那个心理的震撼度，他可能在印象中的感受，那是完全天差地别的。就是这样，怎么样？李四川被提名之后的民调没有往上升，你如果回想当时蒋万安被提名的时候，民调也没有往上升他被提名之后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个庆祝行情没有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本来就应该是他，而且前面谈论了非常久嘛，李四川的那个状态更明显
那个前面撑了多久的时间？那大家都觉得应该就是他，就为了卡在一个跟黄国昌到底怎么合？所以我认为李四川的他的这个的效应，他没有往上升，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大家已经没有任何期待感了嘛，也没有新鲜感。可是他没有往上升，他不能够一直这样往下，那个缓坡这就另外一个问题回来了嘛。我想一下。就是说，你讲我不同意，但一般来讲，那一个当下，你总会提一个愿景什么之类的口号什么之类的吧，让大家兴奋一下。总个标题吧，结果他是连这个都没有啊。所以我很早讲过嘛，李四川没有进入到选战的态势。对大家来讲，认为李四川出现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当时是怎么吹捧李四川的？李四川对于新北爱开什么玩笑啦？什么地方他没去过？结果就为了你刚刚讲的那个三重跟沙顶坡，老实讲啊，今天的很多人就翻那个嘛，东吹西台北捷运的时候，走到三重站的时候，你去听听他原始的广播怎么念，他就念三重嘛。东吹西台北捷运的时候，走到三重站的时候，你去听听他原始的广播怎么念，他就念三重嘛。后来被人家骂嘛，就是说奇怪，你那两三重，你讲三重国中，我可以理解，你不会说他沙顶坡国中嘛？就是他基本上在这个念法上面，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李四川没有进入到那个选战的状态。因为我是说，连这件事都要李四川自己出来啊，那就是回到另外一个，他的团队确实没有成型。对啊，这是事实。刚刚猴子说的哦，好，猴子说，他的团队是这样。蒋万安的团队也老实讲啊，因为他现在把局处首长放前面，这个也很怪。虽然你今天是说哦，我要为市政来捍卫，但理论上面你应该是要有一个竞选团队。但我觉得李四川，但是蒋万安的状况，我反而觉得不意外啊，因为他这个人就这样。他当时要选立委，那猴子更清楚嘛，他这些团队他能用多少人？他也是更小圈圈呐。好，他也是更小圈圈。但回来就是新北丢掉了这件事情。如果我先讲，如果没有上就国民党嘛啊，如果新北真的丢，请问多少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大家还忘了还有一个郑丽文呢。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新北之重会重到哦，你看，如果新北掉，郑丽文你买个瑞奇啊，如果新北掉，哇，蒋万安立马不 OK 啊。你觉得对国民党来讲，这两者之间会选择护哪一个？当然。不讲话。好，你不要小看郑丽文，你不要小看郑丽文哦。国民党的感召可没有选出新北市的你们不要为难叶元之，不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国民党很早就有一个声音嘛，说如果新北掉，就是郑丽文你要闪，你要走人嘛。那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这样，蒋万安对于新北这一站，我认为国民党会自动做一个取舍啦。也就是说，蒋万安在新北的这一站里面，当然大家讲说哦，李四川你今天跟这个蒋万安之间哦，你也当过他副市长或怎样，可是李四川现在被质疑的问题是哪一个人可以帮他回应的？没有啊。你说像房子这些，这没有啊。蒋万安的市政问题可以找局处首长出来打。但是李四川的那个东西，谁能帮袁志能帮他回吗？袁志刚这个问题会对你难回答吗？我觉得三重跟沙丁波这个很好回答，因为我有问三重在地人啊，他们是说这两个都可以啊，因为沙丁波是比较旧以前的讲法嘛，那现在因为它是比较它算古地名嘛，算古地，但其实那时候还有李丁波，有二重埔、三重埔，所以你讲三重或三重其实都可以了。但我是说，但房产当然房产就比较不容易了。对。但是新北这一局，如果有什么产生，我们很公平的讲哦，就好像高雄如果丢掉，对民进党来讲不可承受之重，新北对你们来说也是。任俊直接抛的意思是说，万一发生这个情形，谁要负责？要护蒋万安还是护郑丽文？没有这个问题啦。任俊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傻，你应该回答新北，你一定赢。对，新北会赢啊！我说没有这个问题啊，我说没有这个问题啊。对啊，没有这个，我们会尽全力啊。如果没有啦，我不能，我觉得我对我们有信心啊。但是我们可以帮忙回答问题，就是所谓政策问题。对啊，其实我会蛮希望说他们两个可以回到政策的讨论啦。但是因为现在两边好像都在攻击这个，比如说对方就攻击李四川的房产啊，然后之前还讲他弟弟嘛。那其实苏小慧自己也有很多争议啊。他爸爸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苏小慧的妹妹可以得到国发基金的投资。这个我要补充一下，李四川很厉害。他的打手去派民众党帮他当打手，所以民众党去质疑了苏巧慧妹妹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有乌龙的，就文化部今天已经讲出来了，就说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有关外界就是民众党对民众党是当打手嘛，黑潮计划补助立委就是苏巧慧亲友公司，文化部这边有讲，他说。黑潮计划并没有补助，就是威如科技底下这个 AKS 因为这个公司的执行长是苏巧纯，就苏巧慧的妹妹。他说没有，他说所指威如科技所获补助案亦非黑潮计划补助，然后他没有查。他说应该你们民众党所讲的那个黑潮计划，应该是文化部补助另外一个案子。那这个被补助的单位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跟太极影音科技公司，也就是说。这案子也结案，就根本也不是，所以你变成是民众党是等于是跌割稻菜的。然后文化部还补充另外一件事情，民众党来讲，威如科技有一个就是他台东庆元宵那个案子，那个案子其实2026年2月是有这个案子没错，威如科技标下来，但是那个负责的单位是台东县政府，所以你应该去问台东县政府，就文化部根本没有碰到这一块，所以就变成打错了。那但是你看，因为他是民众党去打，因为他等于是他的侧翼的概念，所以我们只会去质疑民众党。对川博来讲，好像这件事情跟他也无关。OK， 如果选战打成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包括在立法院的一些各自阵营之间的一些的表现会不会让民众有什么样一些的感受？会不会落到选票里面，大家去做整体的一个检视？那包括郑丽文主席在美国的访问，然后在出发以前到美国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言行这些，那是是正是负，都会大家纳入这里头讨论。我们先讲立法院，立法院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那个法案就是白银这个地方提出来讲说，是不是要排审刑诉法？刑诉法尤其是那个羁押的要件，那串供这些是不是要拿掉？黄昌是怎么谈这一段的？让你听一下来。2008年，赖清德在提这个案子的时候，柯文哲还在台大当医生。对于有些有心人把他冠上柯文哲条款，我是要严厉的驳斥，完全是在混淆是非的。甚至前一阵子最可笑的，欠了国家1.7亿的吴乃仁，当初赖清德用他政治生命保证清白的吴乃仁，去拘提，抓不到人。我老实讲人家没有落跑，人家大拉拉的在外面拍拍照吃香喝辣开名车，然后只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找不到。来，两位委员在这，明天这个法案，那大家的攻防，那但是任俊很简单，先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法案。那它的重点到底是要拿掉哪一些？为什么会被叫成柯文哲条款？这跟羁押有什么关系？好，事实上，这个中华民国的检察官协会他们有针对这些事情发表他们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以法界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所谓的羁押跟强制处分的一些的这个调整，其实对检察官在侦办过程当中的职权是有直接最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其实最开心的应该是律师啦，未来担任辩护人的律师嘛，以前大家想尽办法要避免被羁押或干嘛了，我现在只要法条进来不好意思时间开始到，直接开始跟你计算时间点到拜拜就这样子那这个当然对于正职的律师来讲，这个也有很多讨论的空间但我们先回来看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检察官协会对这件事情是反对，就是说在整个修法过程当中，把所谓勾串之余变成羁押事由那其实之前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检察官他们有表达一些看法，就是说我今天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些东西是要进行一些的预防，比如说什么东西都要我全部都要事证完全明确的话，那就很简单，我就直接判刑就好了嘛。我都确定你都有了，我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当事人特别是这种所谓的被告或者是这样，他一定想尽办法避免被找到他的犯罪证据。所以这中间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所谓的勾串之余的这件事情，你也认为说那你在羁押里面也要作为考量的话，那来我们的现在犯罪事情有非常多种，比如说像诈欺犯、毒品犯，通常警方最先抓到一定是最小咖的那个啦，车手那种是先抓到。那你车手抓到之后，你说不好意思你时间到，你不准再羁押他，因为他没必要觉得他有勾串，那他当然会勾串因为我抓到的不是最上面，我抓的是最下面嘛。那你今天要把这个拿掉，对检察官来讲，事实上他们也会担心，就是说你等于是实质放行勾串的部分。可是我真的必须讲就是说在羁押的这件事情上面，现在主张修法的状况一直强调，就是说让外界认为你现在在保护的人权究竟是站在哪一方。
因为通常会面临到需要被羁押的时候，有一些其实是他可能有足够明确的犯罪事证，有可能是在调查中还需要厘清的犯罪事证。但我也必须讲，在实务当中，羁押不见得是我故意检察官为了恶搞你才羁押你，哎。我们现在也有一个 gate， 它有一个守门的阶段，就叫做法官嘛。是啊。实务上面，我想大律师这边应该也会知道，我们真正有状况是，我今天可能是个犯罪嫌疑人，但是透过羁押，其实在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因为他如果今天是扮演一个角色，而今天外面人担心他怎么样的时候，我自己的律师检察官下，他在当检察官的时候，他几次有几个被告是跟他讲说，拜托你搞我脸乖好不好？你先把我羁押起来。为什么？我拿出去，我顶头，你下面找我招不起啊，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今天能不能讨论刑事诉讼？我当时还讲，你们民众党不爽柯文哲被弄到了这个状况，你们就修法嘛。但问题是你要修法，你能不能在现实跟你所谓的你们的虚幻的想象当中，取得一个大家觉得可以公平讨论的一个基准点？那这个到目前为止，现在看起来最少在检界或者在法界里面是引起很大讨论的。刚刚任院长包括检察官协会这些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这样的修法到底保护了什么人？可是这一段包括大家就要看到在立法院里面，朝野立委之间，军宪委刚刚讲到这样的一个修法，黄国昌刚才直接喊话，听到了吧？他直接把那个赖清德总统当时在立委的时候，民国108年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主张的？那你当时主张的修法那当时不是没有柯文哲啊？意思就是你们以前也主张这样，为什么现在执政以后你们就不这样主张了？他直接拿这个来质问啊。不过民进党当时提出的时空背景，确实因为当时的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第一个是阿扁的事情，第二个是马王政争那个时候。你说特侦组。检察总长，什么3更半夜拍总统马屁，跑去跟他泄密侦查中的案件嘛。那第二个就是监听国会嘛，所以当时就确实有一些修法，但等到民进党执政，民进党多数的时候，民进党只提出废除特侦组，那其他这个部分就是刑事诉讼法、关于羁押这些部分，因为法界那时候看过很多讨论。后来民进党就没有去动这个部分了，否则那时候民进党多数啊，那民进党修，那个时候也可以修啊。结果就是民进党只拿掉特侦组了，因为现在这个也证明，这个特侦组的存在确实是一个，这个反而破坏整个侦查体系嘛。那现在黄国昌又把这个赖给清德了，不过他修的。不是只有羁押要件他那个连上手铐他都要拿掉，不能上手铐。你要保护执法人员现在这个也证明，这个特侦组的存在确实是一个。这个反而破坏整个侦查体系嘛。那现在黄国昌又把这个赖给清德了，不过他修的不是只有羁押要件他那个连上手铐他都要拿掉，不能上手铐。你要保护执法人员被告他可能黄国昌修法心里想的都是柯文哲，都政治人物。你有些被告是有危险性的，你不能适度的使用戒具。那你警察还有在现场的帮司法人员，他可能会有安全问题。我们直接这样讲，那个为什么外界有人说这叫柯文哲条款？黄国昌他们就讲说，那找柯文哲是最近的事，以前就有要修这些，应该这样说。所谓叫柯文哲条款，有一种说法是讲说，因为发生了柯文哲前主席他在整个侦办过程那些，所以民众党的人就觉得不应该再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要修这个，所以也有人说，因为这个样，是因为柯文哲的事情，好，你要修。讲白一点啦，军宪委，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是执政党会透过司法，包括羁押的这些手段，然后遂行一些叫做政治追杀的一些目的。讲白了，
就是不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遂行政治追杀了。那你干脆修法不得羁押起诉柯文哲，这样小草最高兴的，小草的送喜啊，洪国昌当然会一定会扯到赖清德，那基本上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去修改这些东西的，那也真的是柯文哲发生以后，他才针对柯文哲案子发生的当时，你看他修改了，除了使用手铐，这羁押只能改1个月，他还有一个就是破坏目前的检警共用24小时。其实检警共用24小时已经是一个保护人权的一个进步了。他现在就是你如果司法人员到达那个可疑的现场，你执行搜索就要开始算时间。那你知道有些搜索可能要很长时间。例如以前去搜索那个色情的那个叫什么创意私房那个。他那个电脑都是有加密的，所以他整体的搜索，我听说在那边搜索有时候要搜索到半天以上。那他要把被告留在现场，为什么？第一个，被告留在现场也保护司法人员啊。万一他说他掉一个钻石，那你找谁？他说他现场有什么宝贝丢掉了，那怎么办？他现在就是只要被告把嫌疑人你把他留在现场，那他就开始算时间，那你就严重压缩到他办案的时间嘛。所以黄国昌这个修法，它是有很多的细节，不是只有那个什么勾穿那个部分而已。那这些细节你通通把它拼凑起来，哇天哪！那你现在到底是在保护被告，还是要保护被害人，还是在维护司法的那个正义呢？对，来元之，那到底这段修法是保护了谁？这个整个出发点是不是真的担心会有所谓的政治借司法之名在做追杀，所以开始出现像这么一大串所有的修法？因为他这个讨论这东西是明天是在司法委员会讨论啊。其实我们国民党是有一个翁小玲委员他个别提案啊，加上台湾民众党的提案，那明天只是在委员会要讨论。好，那我想他这个出发点应该就是希望不要压人取供嘛，然后能够在人权上面可以多点维护。因为坦白说，你站在无罪推定的角度啊，他们都不是罪犯，他只是说，检方因为要侦办案子，所以呢要先把他视为可能是不是就是要侵害他的人权嘛？那侵害人权的话，要符合一定比例原则。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是可以讨论啦。那我觉得压人取供这个事情是在柯文哲案的时候，确实我觉得有一些情形啊，比如说像朱雅虎，朱雅虎那个时候感觉好像他在侦办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讲说什么？你如果好像他为了回家他就认罪，但是他到后来其实，在法庭的时候他也翻案，但是检察官那时候跟他说，你如果翻案的话你就伪证罪，他后来说好，那我就承认。但实际上你去听他的原意，他并没有认为说那个200多万是汇款嘛，200多万是汇款嘛，对，其实那个就有一点点压人取供的感觉嘛，就是说他为了要回家，他被压了，他为了要回家，所以他就讲了一些也许他心里不认为是案情的事实。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是可以优化嘛，就不要让羁押变成压人取供的手段。当然要合理的办案是需要，但是不要变成手段。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大家会认为说司法到底有没有双标？像黄国昌一直讲的吴乃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吴乃仁他欠了台糖1.7亿，然后一直不还，好像也没有怎么样，然后结果那法院呢说要拘提，拘提钱居然跑掉了。那黄国昌当然会觉得说，那你如果说这个要对大家都这么严格的话，那为什么对吴乃仁特别宽松呢？那到底有没有双标？OK， 没有，那就发布通缉啊。对，让吴乃仁绕跑这件事情是本来就应该要发布通缉，这没什么好讨论的，所以不用把吴乃仁跟这个法绑在一起。吴乃仁绕跑，那该抓就该抓，讲一点该biang我也没意见啊。所以不用，没有人要。等下，俊秀要不是什么？第一个，因为国民党一直说司法是赖清德控制，黄国昌都让你讲。那如果司法可以赖清德可以控制，为什么会让吴乃仁搞到这么狼狈？对不对？你就去影响司法判决的啊，那搞到欠钱，他现在要跑路呢。而且吴乃仁是有去关过呢。他是去坐牢出来了。那现在他因为民事他败诉嘛，他要还1.7亿嘛，然后还不到你跑就通缉你。这一切依法来办理。对不对？你讲我能让控制输啊，不要搞冲我不得急。但是你们明天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讨论的那么热烈？其实他之前有开过很多
法律学者其实意见很多。我赶快排练，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像民众党讲的这个什么捍卫什么人权这件事情那么重要的话，我相信黄国昌自己以前念台大法律系，你有看到哪个台大法律系教授出来讲话？说我们都一定要支持这个。黄国昌以前是中研院的法研所的研究员，你看哪个中研院研究所法研所说我们要支持吗？就法界对这件事情争议很多。我讲一个例子就好，因为刚刚言之讲的时空背景，我就把讲现在，你知道法务部去年羁押里面的那个比例最高的是诈欺犯，诈欺犯占的比例是66.6%。第二名是什么呢？是毒品犯，占的比例是13.3%。也就是说，这两个已经是最大宗。那为什么要羁押他们呢？因为他们都只是下游，很多毒品犯跟那个诈欺犯的车手都是下游。所以我如果不把他因为穿着这些理由把他压起来，然后去里面问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抓到上游。我就问国人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重不重要嘛？那如果你现在把这些羁押的押金都拿掉以后，反正就随便你以后，那以后我跟你公开拍天，警察抓到那个最下游的那些车手跟那些毒品，他就说我没有就这样啊，就反正都串完了，但会添加的。所以去年这个案子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案子不是今年提，吴宗宪现在要选宜兰县长的立法委员吴宗宪在去年的9月他讲这件事民众党愿意想要提这个的时候。他说有严重的副作用吴宗宪那才举毒品为例吴宗宪讲话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位检察官呢？所以他知道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些检察官的武器都拿掉以后，那检察官根本就是两手一空，那以后公安排练台湾的这些坏人都不用抓了啊。然后另外建清检就是那个检察官的改革，他今天也讲，他说这个条款如果好，我们不要讲柯文哲条款，反正就是这个对检察官羁押的这些要件都把它解除掉的话，硬闯关的话，国安而少案恐遭殃，就像刚刚俊彦提到那个创意私房，那个也是你只是抓到下游，你要往上追，你不把它压起来，里面不然问问题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多了解。所以我就问一件事情。到底是治安比较重要，还是柯文哲的人权，或者说你我什么？因为他过去那一年，他们想要凸显说压人取供的不公平，然后就拿这件事情，你们要帮柯文哲申冤，你们要去怎么样？我没意见，但是你不要玩火玩过头，因为你一旦这个东西玩下去的话，我刚刚排讲，那以后台湾的司法就崩了，那以后台湾的这些歹徒就天下大乱。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政治可以去承担的风险。然后是，我觉得政治人物就是这样，谁在野，谁就觉得司法不公啦。好。当初赖清德要提，今天黄国昌要提嘛？那刚刚委员讲说黄世明很糟糕，赖清德今天用一个被立法院否决的检察总长会比较好吗？一样的状况嘛，大家都赶快嘛，你现在状况就是一样。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司法检调的形象也真的不好啊。大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问嘛，前2天毒驾撞警无保警回那个怎么回事嘛？法律现在就长成这样啊。可是那个是法官，那个是法官。我说。就是说，你现在的状况，大家就觉得说，你今天检调司法，大家就觉得你们莫名其妙。那我觉得就说，今天这当然是柯文哲条款，你当初因为你们这样搞柯文哲，所以我要修理你们嘛。但是你今天检调也必须要去思考说，你们自己是不是当初有点过分？好，你到底是不是有串证之余？最后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宽松？最后让人家觉得压人取供，或者说，比如说他这次要求的高院要自为裁定，你每次看到一个嫌疑人搞到七级轻重，对不对？7级轻重之后，你对司法的公信力就这样崩掉啦。为什么？这一次不驳回啊，下一次驳回，突然就准了。就其实他这个东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今天这东西是不是一定要照黄国昌的版本？我不觉得，但是我觉得你这中间真的有讨论的空间。好，而且我今天必须要讲，北检你们当初在这事情上面的确是过分。所以今天变成人家找你检察官整个来报复。我觉得检察官自己要去想想，你们内部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就说，当然今天拿政治的东西去弄到什么刑事的东西，你当然两个标的不一样，你当然就觉得。这两个状况不一样。那如果你们大家要说要把它拆开，要用第几条到几条，那的规定，那也是可以。但是说，我今天觉得说这件事情检方也应该思考，但我觉得立法院也要稍微真的要去多考虑那个实务。今天拿政治的东西去弄到什么刑事的东西，你当然两个标的不一样，你当然就觉得这两个状况不一样。那如果你们大家要说要把它拆开，要用第几条到几条，那
的规定，那也是可以。但是说，我今天觉得说这件事情检方也应该思考，但我觉得立法院也要稍微真的要去多考虑那个实务。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确是可以考虑的，而且我必须要讲，检调司法形象是你们自己要维护。你们今天不去维护你自己的信赖，别人搞你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站在你这一边。这个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现在变成是修制度。那宽松与否，是不是人在执行上面一些的问题？这是大家长期来讨论的一段。但是最近的一些实际上一些案例，将军，高金素梅委员是被具体求刑嘛，12年左右。对。那这所有的一些案子，然后又讲说那个他的助理也1000万交保。对。我就一路上，然后包括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到说有没有通知其他委员，造成侦办困难这些？这个案子为什么现在大家又讲起来？对，因为其实高金素梅的争议不是最近才有，那个从88风灾2009，其实当时就有很多原住民的这个立委，他们在竞选的期间就已经风声到处飘了。那时候不是讲说，其实老共那个地方有希望能够捐助一些，对，1亿还是多少？2000万人民币，2000万人民币，这就是当年其实是2009的老事了，就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立委，他就直接孔文吉，他就质疑嘛，他说无党团结联盟的立委高金素梅在莫拉克期间到中国见了胡锦涛，拿了1亿元，就是2000万人民币回台湾，然后遭到各界的质疑。那么他昨天也拿这些钱，就是说你这些钱你是去做善事，还是去绑桩？大家知道你要因为原住民的立委很辛苦他的选区跟总统一样大他选区跟总统一样大，那么如果你的口袋不够深，其实是选不动的。那么为什么他当时2019孔文吉会这样讲？就是因为竞争对象，你怎么那么有钱？对不对？我怎么这么穷？那你这2000万到底是做什么了？那当然，孔文吉讲的是很含蓄了。他的说法就是说，你行这个所谓行善救灾之名，拿了中国的钱去帮你绑桩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在这里这就是最近这个闹得这么大的这个案子，被囚刑12年半。它里面为什么？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这一段这一段是有关于卫福部针对核准专案输入快筛试剂限于个人使用，这个一个人就是100剂，就是当时因为不够嘛，所以说你可以一个人100剂买来自用，不可以买卖，也不能送人。那但是呢，高金素梅她授权了这么多的助理什么张某某啊、吕某某啊、这麦某某等等，去收集了多少人头？一个人头可以100剂，他去收集了多少人头？拿回来之后，对不对？如果说本身你真的是为民服务，这100剂全部给他，用谁的人头申请就给谁，他没有，他这个写得很清楚，这里面该人头可保留一部分的快筛试剂，其余全部应交给高金素梅的团队统筹运用。而这个给他这个试剂的是中国在大陆的厦门宝泰生物科技公司，下称厦门宝泰公司联系的窗口，在111年5月到6月之间，合计将厦门宝泰公司无偿提供74400剂。那表示你看，你就会算得了他找了多少人头嘛？那这些的物资，你应该是给申请的人啊，一人100剂嘛。如果当时高金素梅用人头申请来，就全部给这些人头。今天这个方案没事，那就不是，他没有100剂全部给他，其他的收过来了，当什么？当绑桩用。当绑桩用，到处发北台湾发到南台湾，西边发到东边，全台湾到处发，也有来我们桃园发，也有来到我们桃园发，但是他发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的族人，原住民族人。大家想想看，你用行善之名，然后呢拿来之后没有100剂全部给人头，你把其他的收下来之后拿去给你的选民，即使离选举还很远，这是不是绑桩？我看媒体上面高金委员他们有人帮他海员讲说，那以后都不要做善事了。他说做善事，然后结果后来你看那个时候大家多需要快筛试剂，是，然后没有，然后我们拿出来，然后让所有的族人大家可以有这些，结果竟然还要被这样子。做善事请按法规来嘛，一人100剂就100剂，你一人100剂就100，你这不但是违反了这个
违反法律，你也骗了中国啊！中国这个保泰公司，他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头？他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头？你以为他要选举？他没有，就说1人100剂嘛。台湾法律就这样子，我就给你。可是你不是啊，你等于是每个人100剂，你收回来，你给他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你没有给他100剂，其他收回来之后你用去绑桩了。那么这一些对于选举来讲，那其他的这个原住民的委员就觉得不公平啊。而且呢，最主要是你就违法了嘛，所以你说这个是做善事吗？对，做善事也要合乎法律嘛。法律规定一个人100剂就100剂。高金委员在这一次案子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被搜索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早，然后接下来那个是最早是罗志强直接开直播讲说赖清德开始追杀，然后什么政治寒冬要来，好像是这样子。但他时间非常的快，就是等于说高金一被搜索以后，那这后来也是检调这边传出来的，就是说有检调里那个高金里面有的助理。就直接可能通报，跟罗志祥说我们要被收了，所以罗志祥就马上就在脸书上po出来，新闻都没有登哦，检调也都还没有对外发布，他就先登了。那当然就有人怀疑啦，说因为当时罗志祥2022年吧，他当时也要选桃园市的市长，所以也陪着高金拿着这一批筛检试剂到桃园去发了，因为大家说那跟罗志祥什么事？他不是原住民，对，那因为选市长。原住民也可以投，对，因为罗志祥当时要选市长嘛，所以原住民也可以投他，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他担心？是不是他觉得心里有七上八下？所以罗志祥前几天不是还讲说赖清德要抓谁，3个字莫须有。对，不会啦，我觉得如果法律真的走到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也往成一个民主国家了。但是高金这个案子除了刚才说这个筛检试剂以外，它还有豪宅的问题他4间豪宅，按照高金当了7届立法委员，要买这4间豪宅，这他要交代清楚，这财产来源不明，对，财产来源不明，这个买不起，公务人员、立法委员1个月20-30万，你要买那4间豪宅，而且他还有1间他的取得价比卖给他的人取得价还要低，就等于说我卖给你我是亏本卖你，我世道不好。不对吧？那个时候世道很好啊，对，而且那是在阳明山好地方我怎么会亏本卖给你？我拿6000万卖给你，大概4-5千万而已，我赔1000多万，这个你都要解释清楚嘛，要不然你说真的世道不好，卖家出来没有？对我就是缺钱，我就赶快卖给他。那好，你就算卖给他4000多万，高金也要把这4000多万交代清楚啊，即使是4000多万、5000万，你买的便宜。你要交代清楚钱怎么来的 ，OK， 所以我才说这里面太多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但高金素梅出来之后，就学了这个柯文哲一句话：赖清德，我怎么样？我不会认输的。你就算卖给他4000多万。高金也要把这4000多万交代清楚啊！即使是4000多万、5000万，你买的便宜，你也要交代清楚钱怎么来的。OK， 所以我才说这里面太多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但高金素梅出来之后，就学了这个柯文哲一句话：赖清德，我怎么样？我不会认输的。对，这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刚刚林俊宪委员讲得很好啊。如果真的赖清德可以左右司法，吴乃仁就不会这么难看了。所以我才说，虽然司法有不被人民喜欢的地方，例如说。抓到了，好不容易抓到这个丧尸毒贩、丧尸烟弹的毒贩，警察的脚都被压断，最后他就把他给交保，无保请回哦，连钱都不用付，无保请回，这个我们听得很不舒服。可是你不能因为既然法官这么恐龙，我就把法律修的比法官还要恐龙，让你法官完全没得搞。法官说没有啊，我现在想压也不行啊，法修成这样，所以我才说法律有瑕疵。但是这是法治社会，我们还是遵从法律。好，那刚刚前面讲说，对于年底的选战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就是我记得是那时候在李四川，然后在做民调那个时候，中间有一个就是对川普的民调会产生影响的时候，政党的形象会不会某种程度会造成影响？好，那有很多人觉得说会。那这个所谓的会，那包括可能不管是国民党郑运文主席，民进党是赖清德总统兼主席，然后包括政党在各自攻防或两岸关系的立场，会不会都对年底这场选战产生一些影响？因为本来年底地方大选照理来说，
两岸之间的问题不太应该变成一个主轴，但是今年似乎有一点点例外，这个好像已经变成大家看的一个重点的其中的这一块。这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郑丽文，请问一下，你直接看到郑丽文包括出发以前发表的一些言论，包括现在在美国，他跟因为他在乔宴，可是好像没有发表什么他跟美国哪一个官员或者什么之间会面的一些。这次去其实理论上是不是应该跟美国不管是智库或是跟美国一些官员取得一些意见的交换是很重要一环，或是这整个行程，当他讲了一些话，想说什么习近平有政协会以后，如果没有政协会，他只是无足轻重的阳春党主义，类似这一些，你自己判断，觉得这些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哈，郑丽文的最重要的行程应该是到华盛顿 DC， 他这次去，他至少要见到第一个多数党的领袖，但是他已经出来否认，他说他没有安排要见郑丽文，要么也要见到国会的外交委员会或者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以所谓的高规格来讲，或者是你至少要见到哪些重量级的一些国会议员，这个你去美国见了谁，讲了哪些事，这个当然这个才是重点。那我看起来，如果有的话，大概慢慢会透露给媒体了。这些炸的看起来也没有啦。为什么都会见国会议员呢？因为第一个他比较没有压力，用民意代表嘛，那可不可以受到中国他不会成为这个外交的问题嘛？另外，我觉得习近平这次那个郑丽文这次去，主要是要跟那些深蓝的侨胞建立关系。郑丽文已经开始要走他杀出一条血路了。2028吗？这个我讲过嘛，如果当了国民党党主席不想选总统，这个叫没出息。那郑丽文因为他在党内没有任何一个大佬支持他。什么赵少康啦，什么郝龙斌啦，这个靠快卢秀燕啦，韩国瑜啦，这我帮一个集起了，所以他只好被逼走向，那我就打习近平这张牌。他现在抢的就是他是两岸之间的国民党就剩下这条桥梁，因为马英九已经变公公了，所以之前就是马英九基金会。他们真的国民党他的副主席郑丽文的副主席说马英九失智对不对？这个是他的副主席讲的，所以现在要跟中国接触的话，就剩郑丽文。那通常典型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如果你被讲你跟中共关系很好，或者什么跟习近平听习近平的，这绝对会翻脸或者会辩解啦，不然我们习这块的，不要给我泼红漆啦，不要给我贴上标签。那郑丽文不一样，他都自己讲，自己贴。我看他好像很喜欢，我发现他就是要走这条路。台湾现在政治光谱没有人走过了，没人敢走，他剩这条路可以走我就是代表习近平，我可以争取和平，这是他的一个逻辑啦。他用这样来说服选民要不然你看你讲他跟习近平很要你都听习近平的，他不否认，他也不辩解的，他反而不断的强调他是见过习近平，他好像是得到习近平认证，我觉得他反而很喜欢，那也是他用这个成为他在国民党内一个很重要的权力基础，那这次去，基本上原本应该是要以2026今年大选为主题嘛，结果不是个人秀那到目前为止他去的就两个部分每天如果不是跟智库要不然就是跟侨团跟那些老侨那去美国的智库，他说早上讲的跟晚上讲的刚好相反，也在共为就两岸关系，他变成一个评论员，他讲的就比较美国人喜欢听的啦。到晚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过对，萧主任不是讲那么直白，萧主任讲说那个马前总忘记了很多事。OK， 不是公公，是忘记了很多事。不是，就我们听起来的感觉。OK。但元之，郑主席的这一番从政协会议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所有在美国这些言论，对年底这场选战，
赵有事好出来，他真的是在走出2028他自己的一条路吗？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因为他都还没有跟就是一些官员碰到面呢，所以可能他已经去10天很久了呢。对，因为去2个礼拜嘛，就是可能最重要行程在最后，压轴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关注度还没那么高，因为他还没有跟官员见到面。OK。但我他有跟一些智库学者，或者是跟台湾比较长期密切的一些对台湾事务了解的人有见面。比如说一个高德斯坦，他是华府智库的主任嘛，其实他蛮有名的。他有名是在他曾经在《时代》杂志哈有报道他的一个专栏，就是他有批评赖总统是鲁莽的领导人，所以在台湾很红啦。那他讲的话其实蛮实在的。他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外交圈对郑丽文是还蛮有疑虑的，因为他有跟对岸可能见面或什么之类，对他有疑虑。可是呢，经过了跟他的一些沟通之后，觉得他好像有一些还蛮创新的让人耳目一新啊。譬如说他不是讲说现在要放弃什么第一岛链思维嘛，要和平嘛，对，要把那个大陆的东南各县市加上印太区其他国家变成和平共荣，就不要有那种围堵的概念。然后另外那个高德斯坦也讲到是说，郑丽文有注意到美国在9500里以外如果说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还要跑来台湾，所以他很致力于，就是郑丽文很致力于推动两岸的和平。他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肯定郑丽文的。但是对年底的选举是好是坏，尤其像不管第一岛链要变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习近平的善意，很多像这一些的词，对你们来讲，我觉得如果五哥问我是觉得，因为9合1选举，大家谈的还是比较候选人本身跟地方事务。OK， 那会把郑丽文跟比如说蒋万安、李四川或者是张善政连在一起，我觉得还是稍微远了一点那所以反正主席现在就致力于这个比较宏大的，就是和平繁荣。对。那选举的事情，目前为止都交给各候选人阵营自己努力啦。比较宏大的，就是和平繁荣。对。那选举的事情，目前为止都交给各候选人阵营自己努力啦，所以现在看起来还连结性比较低。来，任俊来简单回应一下。是啦，我是讲国民党人就是不敢评论郑丽文。郑丽文公开说，我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我就不是阳春党主席。对，请问如何定位阳春党主席这件事情？不是去美国跟美国人见面说我不是阳春党主席，我不要。你要建立的是在国内里面，大家认为你是个重量级的政党领袖，这才有意义嘛。那谁能够帮郑丽文证明他不是阳春党主席？唯有国民党啊。郑丽文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些话语，他当然希望跟年底作为一个连结嘛。郑丽文有没有公开讲过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选举大有帮助？大力多啊！有。所以现在问题来了，郑丽文那一段话就感觉是讲给侨社听，说要不是我这个没有跟这习近平见面，我还是个阳春党主席。可是我就讲，大家要听的是没讲的那没讲出口的那个。我现在不是啊。那你国民党有多少人要跟我切割？就我为什么会去举马英九当时的例子？是当时要选举的时候，大家听到马英九那个话语，大家给他没戏。习近平那段。对啊，人家马英九前提我已经讲3遍了。就现在郑丽文这个是完全没有前提的，只是因为我见过习近平，我就不阳春了。那这件事情，国民党反而到现在居然把它寄望于是说，我们地方就地方选地方可能这样。你看着好了，郑丽文一定会想尽办法跟你连线。郑丽文一定想尽办法到各个地方去露个脸或站个台，要不然你今天怎么跟他切割？阳春党主席这件事情，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人，除了原之，能够帮郑丽文证明他不阳春而已嘛？不过因为行动中常会，国民党已经要启动了嘛，从台东开始嘛，接下来在每一个地方行动中常会，或者这样子。第一个，对年底的选战到底是正是负？第二个，一直有传说郑丽文会不会也起心动念，就是要打2028，他自己来，会吗？我觉得他现在状况就是说，他这一次安排一个超长的行程。国民党的党主席或总统候选人去美国只有2件事。第一个就是面试，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募款。他排了这么长，所以他其实他的重点是募款。面试是表示我有去这样子。虽然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规格会很高，说自己还可以见到川普啊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理论上来讲，虽然还没有到 final 了，但我觉得它规格不会高。因为前面已经有 AIT 帮卢秀燕安排了那个是真的准总统参选人规格。Okay. 那后面呢，这更妙了，行程都还没有排好，郑丽文刚出发 ，AIT 就漫天讲说我要找韩国瑜去，以为你们现在收到韩国瑜的团了没有？应该没有。他月底要去，1月底要去，起码要休掉啊！对，那时候连6月底了，那时候连日期什么都没有排好，AIT 已经4个绑了，所以是什么前后夹击，就是要去冲淡那个郑丽文的那个影响，八字都还没撇就已经放到满天都知道。那所以我觉得它规格理论上是不会高。那他回来之后，你说他在选举上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说当初就是说马英九因为相信习近平那5个字，那个台就没上去。你今天可能来告诉我说哪一个选情，除非那种选情特别稳的，为什么从台东开始我在惊啊？你告诉我川普会让他上台吗？你今天就想嘛，当初侯友宜不让马英九上台嘛，但是他要去啊，你也无法阻止他。不是啊，他就杀进去川普的场子，你也没办法。为了多安五代机啊，候选人要躲，然后躲不掉的啦。不是候选人躲不躲，是那天的造势大会的时候，你就算还没上台，但是他来了。没有啊，那就排第一个，早讲早走啊。这个我跟你讲。一定是闪的，只要2个人不在意这个，一定是闪的，一定是闪的远远的。而且我之前就讲嘛，北基桃现在已经是东南互保了嘛，对不对？早就跟你切割，这个切割会一路切割到底的啦。那他这个色彩越重，那国民党闪的会越远的。当然什么金门马祖一定没有这个问题，选情很稳的，恐怕因为我讲实话。除非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他这次去美国超长行程，对我猜他募款应该募得不错。你如果回来很大方，压来这牛力办呢，那不让你上台也不行啊，有本事你自己办啊。你今天就想嘛，当初侯友宜不让马英九上台嘛，但是他要去啊，你也无法阻止他。不是啊，他就杀进去川普的场子，你也没办法。为了多安五代机啊，候选人要躲，然后躲不掉的啦。不是候选人躲不躲，是那天的造势大会的时候，你就算还没上台，但是他来了。没有啊，那就排第一个，早讲早走啊。这个我跟你讲，一定是闪的，只要2个人不在意这个，一定是闪的，一定是闪的远远的。而且我之前就讲嘛。北基桃现在已经是东南互保了嘛，对不对？早就跟你切割，这个切割会一路切割到底的啦。那他这个色彩越重，那国民党闪的会越远的。当然什么金门马祖一定没有这个问题，选情很稳的，恐怕因为我讲实话，除非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他这次去美国超长行程，对我猜他募款应该募得不错。你如果回来很大方，压来这牛力办呢？那不让你上台也不行啊，有本事你自己办啊，对不对？我自己花钱办的，我凭什么一定要搭给你？你是有票还是有钱嘛？选举就是这样子嘛，有钱有票。你像韩国瑜那时候登台后为时阵，大家抢你的行程抢不来啊，反正你只要来就有票场子，我帮你办得漂亮。那你现在郑丽文有没有因为这一趟镀金镀得更漂亮？我认为是不容易。那至于2024。的状况也是一样，就是说，你现在把自己搞到这个色彩这么重之后，会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了。我今天这样讲，之前的不管是吴敦义还是之前的朱立伦，想要那个位置在当党主席的时候，都离老共离得远远的。朱立伦第2任的时候，同时夏立言在处理，他自己不碰这一块，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因为从2015马习会之后，国民党大输之后，国民党所有人都有一个心结。就是说，只要碰到那后面还有韩国瑜被罢免的中联办的事情啊，然后之类的大罢免。就只要碰到这种事情，一定躲得远远的。但是郑丽文因为他买空卖空啦，所以他只能走这条路啊，拼看啦。但理论上来讲是不容易的。来1分钟，就像你要相信习近平，今天你也要相信郑丽文，他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爆棚的心理学有一种说法，自我实现预言。去年他在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有人看好他吗？没有。就他是不是干掉郝龙斌、卢秀燕的联盟？所以他赢了嘛。同理嘛，他今年要见习近平前，没有川习会，没有川普跟习近平，大家觉得你见不到，他有没有见到？他也见到了，他也喝了习近平给他那一碗汤嘛，赐给他一碗汤。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事情，他现在就是一个整个正能量爆棚。
他自己在国民党党内也讲嘛。可是要整个国民党爆棚啊，包括候选人爆棚啊，没差，他就是还谁去啊？所以你看到。我看他上次跑去高雄，他也跟柯志恩也没谁柯志恩啊，所以你闪不掉。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自信爆棚的一个自以为的女皇，所以你根本闪不掉。所以你只能说，国民党这些各地的候选人哦，你自己平常票多一点啦，你票了告这哦，郑丽文来一个没差。来，将军最后30秒来。我很快跟大家讲哦，这郑丽文在波士顿的甘乃迪图书馆里面拍的，搞了半天，那谁都可以去。好，那大家认为郑丽文有没有？刚刚立中讲的有自信，有自信。国民党到目前为止，郑丽文在美国讲了说，和中国对抗不会让美国伟大，只会带来毁灭。在美国讲，台湾不能沦为美中交易的棋子，这哪一句不是在刺川普啊？国民党有哪一个人出来骂他？没有。所以未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总统2028，我觉得郑丽文绝对是一个极有可能的选项，因为以前的主席吴敦义、OK、朱立伦都不敢，最后都没了。郑丽文他很敢，我告诉你，国民党就有这么一个，你相信他就会有。我真的相信郑丽文一定会选2028。孙中山革命前也没有人相信他会赢啊，11次革命以后不就成功了？相信就有了。OK， 未来2028那场选战到底会是国民党会是哪一个人主帅出征？看2026这一仗，那一定会有联动性的影响。而2026看起来，刚刚所有的议题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子们，我们明天见，拜拜。